各位朋友们好，师傅好。今天咱们的话题啊，是经常会有点难堪哈，就是关于其实就是便秘的问题。便秘呢，有可能是多数人都发生过，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吃得进去，你排得出来吗？所以很多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啊，是不太讲究，一个是不讲究吃的这个食物是什么，或者这个食物是怎么做的。但是因为不懂得不注意呢，就形成了这种顽固性的这个便秘，把大家搞得很头痛，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长期便秘的朋友啊，可能花了大量的价钱医疗费，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可能结果都并不怎么样这怎么办呢？通常啊，我们都讲叫一通百通。可是，一旦这个发生了便秘，身体产生了这个排泄的这个障碍问题，就可能就是一堵百堵。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讨论一下哈，能怎样达到就一通百通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些很好的准备哈，很多非常好的故事和方法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感恩师傅。那我想先给大家带来一个来自马来西亚一位周女士她经历了27年的便秘，我们来听听她都经历了哪些痛苦，好吗？好。对。那这位周女士呢，她从小她在马来的一个乡下长大的她的家庭环境当然也是很温馨但是家里人很喜欢吃椰浆饭这个椰浆饭我们来自东南亚的朋友可能都非常熟悉从小就吃。但这个椰浆饭呢，其实是高油高热量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它很多的这个炸鱼这个辣椒酱都是用了很多的油的那这个周女士呢，她小时候爱吃椰浆饭有的时候呢，榴莲季节她还爱吃榴莲配饭。这榴莲也是高热量的那他的妈妈呢，也是每天会给家里人准备一大壶的咖啡。他从小呢，咖啡就当水喝，等于也没怎么喝白开水天天喝咖啡，然后吃的都是高油高热的食物。他自己说呢，其实他也明白这些食物多吃了对身体不好，但那个时候年轻也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没有想到他到35岁的时候呢，做了一次体检。这一次体检一下子惊讶了，他查出了有严重的糖尿病。这糖尿病一查出来，医生直接给他开了每天要吃6粒降糖的药而且还要打2次胰岛素，而且还要忌口很多东西就不能吃了。那可是每天打药吃药打胰岛素他反而更加饿了这个饥饿感一来呢，他一天的3餐变成了一天5餐，很快越吃越胖，体重从之前的65公斤一下子飙升到了85公斤，这直接长了20公斤哇！对，这结果糖尿病没治好，便秘就来了周女士就开始要经历这个便秘的苦了。那她呢，就经常2-3天才排一点点，然后排便的时候肚子还特别的痛，又胀又痛。这个时候刚开始呢，医生就给她开了泻药嘛就想着刚开始经历便秘就开个泻药回去吃了就好了。可是没想到她总是这样，医生说你也不能总吃泻药对身体不好，就不开了。那他自己没有办法他几天都不排大便，最后他就只好自己到这个药局去自己去买泻药吃这真的这成了恶性循环了是呢。一便秘每周便秘就去吃泻药。后来呢，他这个长期便秘之后他的身体就出现了一些令他非常难堪的现象比如说他身体就出现一些体臭经常他说出汗的时候呢，味道就会更大。开始家里的人还不理解，就先生就有的时候就会问他说：“哎呦，你今天冲凉了吗？”哎呀，这个问题。对先生这么问他就很尴尬的说：“哎呦，冲过了有的时候儿子就会问说：“哎呦，妈妈，你今天刷牙了吗？”
你说这多让人难堪哈！他说知道儿子就是说他有口臭，所以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啊，都经常用手要捂住嘴哈，就自己都没有自信，很自卑。他说呢，这么多的痛苦啊，还经常会失眠，因为半夜肚子痛啊、胀啊，想要上厕所，去厕所蹲几个小时也排不出来哈，再回去又睡不着了。那每天失眠呐，这心情也不好，烦躁啊，最让他令人就是让他很难受的，就是脸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黑斑，尤其是在颧骨的附近哈。对，所以你看这位周女士，她这个27年便秘啊，一直折磨的她真的是苦不堪言呐。然后经历了这么多，作为一个女人来讲，其实是最不希望能够经历的这些苦哈。是我刚刚听到她说，哇，这皮肤也变差了，又长了那么多的斑，那真的是每个女人的噩梦啊！真的是。对呀。对，其实你看，就从她的故事哈，师傅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长期便秘的人，她都会经历一些，就身上会发生哪些现象哈。对，就他，你看现在是体臭哈，口臭啊，然后脸上黑斑哈，这些都是外部的现象。那我相信他这个可能他的五脏六腑应该就是外部的这些现象，应该是五脏六腑受到损伤的一个反应，是吗，师傅？对啊，他像这个，你想这个，他本来要排出来的属于粪便的，这个食物的渣子嘛哈，就是大家你看哈，你这拿来这个好的食物，能吃的肯定是干净的。对啊，所以又香又好，但是经过消化之后呢，应该有些部分的就是好的营养就吸收了，不好的东西就排出来。对。可是呢，它没排出来，就还在这个肠子里头，那你身体呢就在继续吸收啊。哎呦，其实对吸收它是不好的东西。对，这些毒素啊，有可以说就是毒素嘛。你所以才有很多种反应哈。对。因为脸上出现那个斑的话，那你想。没法说具体是什么东西，我觉得首先是毒素类的，对啊，那我觉得出现干斑呢，你对这个身体哈，对，就整个就不好了，对，还有这个体臭啊、口臭啊，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弄不好引发很多种不可思议的疾病啊，对，所以便秘听上去可能很多人都不重视哈，反正就是排不出来而已。但其实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时间长的话。我觉得大家也不是不重视啊，所以有的时候有点是难以启齿哈。对，就是看医生嘛，你心里也是有障碍的。对，就觉得是不是采用一些什么简单的方法，吃一吃用一用，能排出来就凑合吧。一忙就可能就忘了。对，对。对，那这周女士她这个还肥胖，还就是等于是说以前65公斤，最后因为便秘吃的还更多了，然后这个糖尿病嘛哈，吃的也多了，最后还长了20公斤，到85公斤了，最后。对，就便秘可能时间长了也会导致身体的各个部位的一些就是失衡啊，代谢失衡啊，就身体也会变胖。对。那还有呢，就是他这个长期便秘啊，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哈会引发癌症，就这一点也是挺这么严重。对，是要警示的哈。就是因为这个大便长期在这个大肠中哈，时间长了以后呢，它有害的物质就和这个肠黏膜接触的时间过长，这样就可能引起这个内肠就发炎了。那慢性发炎时间长，可能就长了额外的这种息肉，我们就说其实是肿瘤哈，有恶性有良性的。那家族如果有癌症基因的呢，很有可能就发生癌变，就导致直肠癌啊、结肠癌这样子。对。好像还能容易引发三高，是不是？是的，师傅。像在便秘人群当中呢，尤其是它有一个就是对一群人危害特别大，就是那种患有三高啊，或者是动脉硬化，或者是冠心病的这些人群。因为这些人群它本身呢，就是血管已经要不就是变得脆弱，要不就是已经变得狭窄了，因为里边堆积了油脂啊或脂肪这一类的。那这种时候呢，他们在便秘的时候，我们就是排便不通畅嘛。然后怎么想要让它通畅的话，大家一般会比较用力，就这一用力，尤其是用过了，你这血压急速上升，然后就有可能导致你的这些已经脆弱的血管壁就直接破裂了，就引发脑出血，然后什么心肌梗塞，就有可能就直接导致死亡了都有可能，就是其实是很严重的，对于这一群人来说，尤其是老年人
里边，这个会比较就是症状比较多，因为本来老年人就是这种三高的症状的高发人群嘛，是。然后也有一个小案例我们找到了，是关于一个陈老伯的，他就是75岁了，然后平时呢饮食也不怎么注意，就喜欢大鱼大肉的，然后也不喜欢吃瓜果蔬菜啊这些的，所以他就本身有肥胖，然后还加上他也有20年的便秘历史了，所以他有这2个大因素。然后有一天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呢，就直接晕倒在他厕所里了。然后还好是那个儿女就是发现的及时，就把老人送院了，然后就抢救回来了。后续呢，医生给他诊断说，他就是因为便秘的时候呢用力过猛，然后血压这种急速的攀升，导致了他大脑出血了。脑溢血了。对，直接脑溢血了。这还算是抢救及时，把救回来了。但是你想想，如果没发现怎么办啊？真的。对。其实我们听过很多那个没有救回来的案例，老人家直接就晕倒在厕所，救治时间过了就走了，是挺可惜的。对，所以就真的是便秘听起来好像感觉不是什么复杂的病啊，但是呢，还真的蛮严重的，需要引起重视。是。那在医学上哈，就是便秘还有哪些？就是怎么样能够被定义为一个人就算是有便秘这样的疾病了呢？医生有给出一些的症状，像比如说你1周少于3次的排便呢，就是算是等于是就长期这样子，就是可以算是便秘了。再一个呢，就是你排便的时间要特别久。就不是说你稍微坐一会儿，它就是比较顺畅的能出来，可能你得蹲个半小时、1个小时，对，都可能就是排得特别的困难。再一个就是你的粪便会特别硬、特别干，就是这是一个症状。还有就是总是觉得，怎么没排干净？就是上了，但是感觉还不痛快。对，不痛快是。原来是这样。但是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新陈代谢哈，他的这个平时他自己其实真正便秘的人他自己就知道了，是不正常了啊。对，时间长的不正常就真的是要重视了。我们普通人偶尔经历1次都感觉特别痛苦，他长时间这样子真的是。那师姐，你觉得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这个便秘呢？对啊，什么形成？刚才说首先是饮食，对吗，师傅啊？对，首先就这个食物的这个可能加工方式你看这有这个菜饭有蒸的，煮的还有炒的，再就是油炸的，尤其是外国人喜欢烤的，对，是无论用明火烤还用烤箱烤，再加上一些你看饼干都是绝对在烤箱里烤哈。是。为什么叫饼干呢？干，把饼烤干了，水分没了，就没有水分了。你看一咬它，咔哧一下就断了，是吧？对，都是这样子的，它没有水分。如果你吃饼干喝的水很少，它会不会容易卡到这个肠胃里头去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这个食物的这个加工这个方法哈，就是容易造成卡到肠胃里头，既不容易吸收消化，又不容易往下排泄。就是烤的、煎的、炸的，或者是就是让食物过干了这样的饮食就会容易造成便秘。对，有干的，它就把它碳化了。对，就是可能口感比较香，但是坏处是呢，就是容易卡住里头，排不出来了就粘在里边了。对，那我们刚开始讲那个周女士，她吃很多高热量、高油。高糖这样的食物是不是也不太好，师傅？它首先这个高热量的东西哈，从我们生活的习惯来说，尤其是华人，他还是把食物分成2类，除了干凉和湿的东西之外哈，它还分这个热性和凉性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烤肉啊、榴莲呐、辣椒啊，还有这个所有的佐料、香料。你像胡椒，还有花椒，凡是泛香味儿的，这个作为佐料的，这都是特别的热性的。你像南方的榴莲，对，虽然是水果，它是热性的。对，那你吃这个热性的过多了，它就可能就产生这个热的火燥。火燥的食物呢，如果你的饮水配不上，或者水果蔬菜没配上，
就可能容易粘结在肠胃里头，对，就太干就是这样燥了，对，也不容易排下来。是对是，对，对。那现在的人还吃这个精致的食物比较多哈，就是那个大米大面呐、或者面包啊，都属于这种就是白米白面，不像以前我们吃这种五谷杂粮哈。这样精致的食物它就缺少了纤维哈。是。对，那纤维其实是非常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肠子蠕动的哈，肠子蠕动就促进排便。纤维呢还给我们的这个肠道提供这个很好的益生菌的这个环境啊。那益生菌呢就对肠道健康特别有帮助。所以我们吃的食物如果纤维少了，就吃的精致食物太多，然后水果蔬菜过少，也会造成便秘。吃东西需要还是混合着哈，不要杂粮。就别太精致做，是太精致做呀，就是人还受不了，人就是杂食动物。对对，其实我们吃纤维也是要注意，要提高我们的饮水量，因为纤维它虽然可以在我们肠道里帮我们就是有点像分解掉我们那个大便的那个块儿，就让它不要那么干燥，但是它因为它本身会吸水。所以呢，你需要多补一些水进去。那尤其是就是喝水少了，就本来就便秘，然后你如果喝水那个不足的话，它又干燥，然后你又吃了更多纤维食物的话，又更干燥了。所以补水其实很重要的，这个对。但是师傅，我们现代人就是有时候喝水觉得太单调了，就喝咖啡啊，喝那个奶茶呀，然后这个行不行啊？有点味道的，就是带点味道，可不可以啊？这是人的。也是饮食习惯或者叫惰性哈，有点懒，就是他没有懂这个真正这个养生的这个原理，所以就故意加一些咖啡呀，还有各种饮料啊，还有我发现，无论是华人还是外国人，一买那个水果哈，水果汁，一大瓶一大杯，对，好像一般很多女士都是在2个小时以内喝掉它，我觉得这种都是不好的。你看这个任何这个食物，它都有首先一个叫食物特性，就是首先是热性和凉性。就我个人看哈，就咖啡喝多了，它还是属于热性类的。热性类的这个食物呢，就可能容易卡在肠道里头，还让你可能血压呀、心情啊、睡眠呐都产生一个负面影响。你看咖啡呀，对，喝了咖啡，很多人容易去小便，跑厕所，是利尿哈，对，就很有效。所以它其实让身体就失去了更多的水分。对它本来可能3个小时才去这个厕所，结果你一喝了咖啡，半小时就往那儿跑，就你就排出了很多身体的这个本来不该排出来的液体，也叫失水哈。那你这个水从哪失去的呢？通常从肠道失去的，但你肠道的水就少了，就容易，所以喝咖啡多了容易造成这个肠胃干燥嘛。对。但是你看水果，你水果汁喝多了，虽然是很凉性嘛，多数的水果就是凉性，但是呢，它又造成另外一种热，你肯定猜不到吧哈？它是高糖分，糖分吸收多了就变成高热量。你就是比如说你一天呢，一个人吃一个苹果就够了吧？但是你那一杯果汁多少个苹果啊？好几个。你以此类推嘛，就是你一下吃了很多水果，它本来从凉性就变成了热性，因为糖分吸收太多，就让你自己产生食物造成的营养不平衡。你本来吃水果还是一种咬的，可是你直接榨成汁喝了，那咬这个锻炼的这个行为都失去了哈，就是不平衡。是不平衡之后就造成身体的一些问题，其实排不出来，也是长期喝果汁，第一个容易把这个肠胃喝坏，第二个容易可能变成一种新的便秘的一个成因吧。明白了。那还有就是这个现代人这个运动也少，我发现哈。
经常你看，就是你从上班族哈，对，早上起来去工作，其实都是做 office 嘛哈，一坐一天，然后回家了以后累了，躺在床上也不想动了哈，对，就刷手机，一个星期夸就下来了，其实这一个星期都没咋动，那运动少了，这个肠蠕动就会慢呐哈，肠蠕动时间长了一直慢，那人他就有可能大便就会出现问题哈，每天的这个排便不运动，我们自己本身的新陈代谢也会变慢，就是该排的也排不出来了，真的，真是，所以还是不能久坐不动哈，还有呢就是情绪哈，人的这个压力呀哈，对，很多我经常听，就是有的人说，哎呦，我今天最近压力大，哎呀，总是紧张哈，那最近这个有点排便困难，对，就是压力大也会造成便秘，师傅，对，压力其实可以。就再严重一点哈，一个可能就是精神紊乱，对，甚至是癌症。所以就是光精神压力问题可以造成任何问题，就上到要命的问题，何况是便秘呢？所以很多人就是容易紧张的人哈，比如说去出差、去赶飞机给人洽谈业务，对或者是去面试等等的，或者考试，这个时候，他来事儿了，便秘。这本来心里就对很多事情紧张，就害怕着呢，结果还要造成便秘了。或者白天跑了一天，晚上回来呢，本来应该上厕所，结果排不出来。这是也是个形成便秘的一个原因。还有现在很多人因为就是上班啊，就是或者上学，他都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嘛，我们都在赶下一个项目，他其实有时候其实也不太方便，你想去厕所的时候就那么方便的能去，这个忍便也是可以导致便秘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身体呢，就是通过肠子在给我们的大脑发信号说，哎，我要去上厕所了。但是比如说一个上班族，我得去赶公交啊，就是可能就说，哎，忍。这一忍，那就是告诉你这个，就是说，就是你一忍呢，这个信号就被阻断了。那之后呢，你忍的次数越来越多呢，你大脑对这个信号的敏感度呢就越来越下降了，就导致可能你真的要上厕所了，但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它就一直积攒在不发信号了。对，就接收不到了，它就一直在阻塞在你的肠子里。那可能你想想，我们如果就是一天下来都没怎么上厕所的话，它在里边就一直吸收水分变干燥，吸收水分变干燥，到最后到了家里了，想上了，哇，排不出来了。是，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不要养成这样总是忍着不去上厕所的这种习惯。还要听从我们的身体的信号。对对，对，那还有就是现在的人，你像我们这个在城市的哈，小孩子都没试过。以前我们在农村上厕所，我们都是蹲着的哈，现在城市都是马桶，坐式马桶，是。城市动作是什么？坐着。对呀，说清楚对对对。你过去没有这样的一种高级的厕所，就是坐着。对。那我觉得这个坐式的马桶哈，是给一些行动不便利的老人那样来用的，或者病人。可是后来就发现省事儿，说是你要想过上现代化的生活，这上厕所、这排便都得坐在椅子上，结果呢，叫做动作出现错误，对吧？就像你要跳高，是吧？你这助跑又在地下一使劲弹一下起来，是吧？是。人跳高、狗跳高都是如此。可是排便动作其实它需要一些就是自然的一些动作的配合，蹲下。比较合理，蹲下它就对腹部有一定的这个自然的挤压哈。明白了。是，所以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其实还更健康，是。对，现在家里都已经是座侧了，咋办呀？我看那个网上有那种就是座侧，下面放一个小板凳儿。这样两个腿踩在那个小板凳上呢，它好像就形同于类似蹲着的那种感觉，至少把腿抬高了嘛，哈，对腹部就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就是可以辅助一下大家的这个。对呀，挺好的，好。对，那我们刚才也是跟网友朋友们分享了一下哪些原因可能造成便秘哈，师傅。那现在我想Kelly 啊，你说现在这个医学上对于这种长期便秘的患者都有哪一些方法呢？
有现在目前医生给开的方法，其中的一个就是服用泻药，就是不同的软便剂。但是呢，医生都会就是在开这种泻药的时候呢，就已经跟那个病人说清楚，说不建议长期的服用和使用，因为这些泻药呢，首先它会干扰你自己肠道本身的那个功能，就你可能会就是产生依赖性，就是你越靠药物来帮你就是推动这个排便的话，你自己肠道本身呢，它就不愿意动了，它就慢慢的就是变得越来越懒，到时候你不服用泻药的话，可能会便秘更严重。是哦，所以就等于是不断的要吃泻药才能排便，是，你就这个挺可怕的，而且这个药可能要越吃越多。对，是。对，那还有一种方法哈，我也是在网上做了一些调查，就是叫灌肠哈。就是灌肠呢，就是可能这个人便秘的太厉害了，医生就会给他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它其实就是用物理的方法打一些液体进入到你的直肠直接让你来排便。那这个他用这个物理的方法，他其实插入一个管嘛哈，进入到直肠，他如果经常频繁的操作的话，其实是对直肠结肠产生伤害的有的时候操作不当，用力过猛，还有可能让肠穿孔。所以其实灌肠是有危险性的哈，更不建议人们自己在家里做这样的操作。那每次要的话就都得就医是吗？对呀，这样是最好的，真的不要随便去不同的地方。但是就是我们分享的现在目前医学界的这个方法，泻药啊、灌肠啊，其实都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问题，只能让病人越来越依赖，或者是造成更大的一些风险。是。对呀，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这个解决便秘呢？那今天我们做这场直播，跟网友朋友们分享哈，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更有效的方法哈。那凯丽来给我们讲。好啊，我这第一位网友的分享呢，是来自于台湾的新北曾月英师姐呢，她想跟师傅分享一下她战胜她便秘的一个过程。她说：“师傅好，我是月英。国中毕业后，我大概15岁的时候，排便情况还算正常，大约2天一次。然而20岁进入职场后，随着压力的增加，便秘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糟糕的时候，甚至1周才排1次便。即便是我大量的摄取青菜、水果，喝酸奶、菊花茶，或者是寻求西医、中医的帮助，都无法改善这个问题。医生们只能建议我多喝水。但只喝水对我的便秘似乎毫无帮助。为了缓解痛苦，我不得不依赖软便剂，但每次都要吃2颗才能见效。大概每个月我都会吃1到2次，这种依赖让我心生无奈。结婚生子后，我的便秘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有时拖到5天甚至1周才排便1次。这种情况迫使我每个月服用软便剂3到4次。长期便秘也导致我小腹胀，看起来大得像怀孕3、4个月似的，经常肚子闷胀，让脾气变得暴躁不安，还时常冒冷汗。我清楚地记得40多岁时有一次便秘特别严重，我肚子痛得全身冒冷汗，脸色发白。那时候我坐在马桶上，我的双手不停地按摩我的腹部，想帮助肠道蠕动。每次上厕所都要花1个钟头的时间，这种痛苦持续了3、4年，几乎让我身心俱疲。然而转机出现了。2022年7月，一位朋友邀请我去福寿公园修炼八卦内功，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令人惊喜的是，尽管我刚开始练八卦内功时动作还不熟练，我的便秘问题呢就已经开始显著的改善了。从3天排便1次进步到1、2天就自然排便1次。我持续走了半个月后，我竟然每天都能正常排便了。从以往上厕所需要超过20分钟才能艰难的排便的困境，现在变成只需要短短8分钟就可以顺利的完成了，也不需要依赖软便剂或者是按摩腹部来促进肠道的蠕动了。现在我已经坚持走八卦2年多了，每天都能自然的排便。体重从原本的60公斤减到了51公斤，身体变得轻盈且气色红润，身形恢复如年轻的时候一样。我内心充满感恩，感谢师父，感恩八卦内功让我重新获得健康与幸福。这个经历让我明白，健康的身心是幸福生活的基石，而八卦内功正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感恩师父。
这个师姐就是因为压力先开始的那个有便秘的情况，然后后来生了孩子之后更严重了。对，20岁就开始，其实他40多年的便秘了哈，但是非常神奇是他走八卦才半个月啊，他这40多年的便秘就解决了，直接好了，不需要服用任何的药，多么的好啊！哈，但是他开始分享，他说其实他从开始便秘的时候，他就像很多长期经历便秘的人一样，他找遍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都尝试了，他饮食上也做了调整哈。这个你看青菜呀、水果呀、酸奶呀也都在吃啊，中西医也都看了，哎，他怎么就没有什么效果，师傅啊？但是最后哎，走八卦才走好了，对，我也在听他这个，他出现的这些情况哈，他几乎他还是个积极治疗的人，是吧？对，哎，所以看了各种医生啊，打听各种各样的方法哈，都不见效。是，但是我在听的时候，他推荐那些方法都是有效的，但是他呢，我就不知道那个在之前来说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到后来我听到他这个效果呢。我终于明白了，就我也看了他的相片哈，就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先天来说，他是就是元气不太足的人。元气这个概念呢，其实有点难以理解。简单来说呢，就这个小孩出生之后哈，尤其是头1个月和头100天的时候，这个家长要观察这个孩子，他是不是哭的声音很响亮。眼神看人的时候很明亮，很有神，是该长胖的时候是不是长得胖起来了，还有一个该排便是不是能顺利排，这些都是一个元气这个是否充足的一些现象，能观察到，所以这位叫月英是吧？师姐，月英师姐的话呢，就是她这个情况属于这个，应该是能量有点不太足。对，但能量越不足哈，你就是尤其是有这个便秘问题，就是越用泻药嘛，就所谓良药泻药，是，就像治咳嗽那个药差不多哈，越用那个越严重，可能临时起一下作用，但是之后越用呢，就是负得正，但用多了之后，它变成了一把火，本来是凉的东西，让它成了一个排不出来的原因。大家可能听不懂是什么原因呢？我这样，我临时想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一幢楼房住了50户人家，比如说他这个一天的耗电量，是1万瓦啊，你就记住大概这个数吧哈。好，但是你的这个供电这个能力呢，一天呢，这个楼本身它能承受。供电的能力，就给它供来的电才2000瓦。那不够啊，是不是就不够了？不够啊，不够了之后呢，这个楼里头的这些设备都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就不工作，比如说电梯，走着就是经常它停在半路了，轰的，上不去，可是就是上不去，对，是吧？你说你家那个冷气冷气，你打开了。一会儿它就闪两下不工作了，因为电供应不足。是你家那个电磁灶、电炉子，对，电炉子更特别费电，还有电冰箱都不好好的工作，就变成整个楼哈，这叫做一堵百堵，是一通百通的反面。你看光这一个电不足，什么都不行了，就是。一个城市也是这样啊。对，说整个这个城市。断电15天，你看这个城市会变成怎么样的？真的鸡飞狗跳，全乱了。是，还有一种断哈，比如说拥堵一样，比如说停水10天，一个城市完了，那住楼上的人不渴死，对不对？臭死了也。怎么样把水给弄上去啊？尤其住60楼的人，哇呀，这是恨自己没长上一双翅膀啊！对，所以这个。月英师姐这个问题呢，就是她自己的供电不足，就是元气不足。对，元气不足之后，我们这个人体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你意想不到的这个表现和症状。比如说该睡觉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大脑呢告诉自己说，哇，我劳累了一天啊，现在都晚上11点钟了，我必须要睡觉了，因为明天我还要上班，甚至还告诉自己明天几点起哈，甚至还得拨个闹钟之类的。对。可是躺下去就是睡不着，其中有一个，不是所有的都是这个原因哈，但是其中有一个也是能量不足。你给我给的这个信号指令，我对我发出这个能量给到睡眠这个大脑的时候，给不进去，没用，操作失灵，就是能量不足。越是能量不足，反而睡不着觉。还有一种能量不足是两眼无神，天天昏昏欲睡，但是没睡着。但白天呢，该醒的时候，你感觉他有点睡觉的感觉，走路都恍恍惚惚，说话和眼神都是恍惚，是吧？这都是能量不足啊。但是那说到这个能量不足，我说快一点哈，比如说出现听不清、看不清，还有呢咬东西的时候没力气，吞咽的时候甚至还咽不下去，哎，这个喝水都喝得不顺畅，再接下来消化呢。因为你能量不足，消化的时候肠胃消化不了，就是越弱的人，你看有很多瘦子哈，瘦子就年轻就有点含胸拔背的罗锅感觉的，这个年轻男人哈，个儿稍微高一点，身体瘦一些，为啥瘦呢？没法长胖，哎，你想他吃1碗拉2碗，就是都排出去了，要不是拉怎么拉那么多啊？就是说还是能量不足，就是他这个指令。他这个能量就是不能够完全去掌控他的肠胃，那所以才有一种说，当一个动物和一个人惊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尿失禁。你在电影上、小说上，甚至自己都发现这个问题。甚至有些女人是一紧张开始准备跑厕所啊，是吧？裤子湿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能量不足才出现尿失禁。但是不论胆子多大。就像毛驴看见老虎之后尿失禁，就这样当场就尿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他给吓尿了，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是另外来自一种精神的恐吓哈，看到鬼啊，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但是你一个人正常人呢，你这个小便不能掌控的时候呢，气不足，还有呢，腿都没有力气，腰腿无力，说该走的时候这个腿脚就跟不上。这些都是包括这个记忆退化，也是所有的东西都退化了，就是越是那个能量越差，所以这个各个器官各个功能就都不好用了，所以这个到时候该排便，他这个大脑说我要排便了，因为这个电不足嘛，他那给他的这个能量信号就没有这么强大，排不出来，对。是他就是说，他从20多岁开始，等到结婚生子之后更严重了，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人的身体消耗更大了嘛，哈，生完孩子之后就能量就更不足了啊。便秘啊，就是女生生孩子之后哈，特别多数女生都容易造成便秘，就是生产便秘。是产后哈，对，产后很厉害。对，那他呢走八卦，你看。走了2个星期之后就好了，他的这个便秘就好了，到现在一直都特别的好。对，然后对人变得健康美丽了。所以他的这个故事和见证哈，就是因为是这个能量的原因。所以走八卦呢，正好是，它自动的会调整你的身体。它不是说你告诉我八卦是内功，或者是说你看我这个便秘，不是这样的。他综合性身体不好。说来走走八卦吧，那他正好也想走嘛，在半个月就起作用。那这个作用来自于就是八卦自动的去寻找他这个身体这个该调整的、该增补的部分。把它调整到最佳状态了，他就什么都通了。对，而且补充的特别快速和有效哈。是，好，感恩师父。那我们给这一位月英师姐，我们给她送一个小礼物好吗？祝福一下她。好。给她送一套茶具。哇，好美啊，很精美啊，像玉一样的哈。是。茶壶2个茶碗哈。让她祝她健康长寿啊。收到。吉祥如意。收到，感恩师父。
好，那接下来我再跟师父和网友们分享一位来自马来西亚丹堂师姐哈，她30多年的便秘是怎么样很快的获得了很好的这种康复。她说：“师父好啊，我在20多岁的时候呢，外出工作哈，当时公司提供很多餐食是肉多菜少，我呢又喝水少，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开始2、3天才排便一次，每一次排便的时候呢，都会先便血。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痔疮，就去看医生。那经过医生检查之后呢，说是便秘造成的肛门受损，所以才会便血。医生呢，当时只建议我去买纤维产品来吃。那便秘的痛苦我不想再体验了，所以我就开始每天吃纤维产品，同时也会吃水果，喝果汁儿，便秘的情况才会有所缓解。那在我37岁生了孩子之后呢，我的便秘又复发了。那个时候后来40多岁便秘的情况不断的加重，我3、4天才排便一次。只要我少吃了纤维的产品，甚至是可能到4到7天我都排不出便，我就必须去看医生。医生就给我开通便丸，放了药丸呢才会排便。我曾经试过，因为排便3、4个小时排不出来，差点晕倒在厕所。医生呢也只能建议我继续多吃纤维产品。最后我买纤维产品感觉都要把我给吃穷了，可是还是没有解决便秘的问题。这样便秘纠缠了我30多年，让我苦不堪言。我呢是在2016年5月开始走八卦的，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走八卦1个星期后，我发现我的排便就开始比较顺畅了。令我更加惊讶的是，在我走了2个星期之后，每天都开始能够排便一次，不再像之前那样2、3天甚至是更久才排便。就这样困扰我30多年的便秘问题解决了。现在我已经走八卦6年了，便秘再也没有复发，再也没有困扰我了，太感恩师父了。对，来自马来西亚的丹堂师姐哈，她也是一位30多年的便秘患者。她呢很有趣，她呢就是医生建议她吃纤维产品，她就买纤维产品，不断的买，这产品都是要钱的呀哈。说都快吃穷了，便秘都没治好。最后一个因缘来到了我们的禅堂，学习了八卦，也是走了八卦2个星期。他这30多年的便秘也得到了完全的解决。我们八卦真的见效快，2周就已经跟他基本上都解决了他的问题了。是真的非常感恩师父传授我们这么好的妙法哈。对，这便秘还真的都还挺，这师姐们都挺久的，20多年的、30年的，哇，是真的。你说我自己是没有经历过这么久的了，但是听到这些师姐的故事，我也是，就是他们经历的时候真的是挺让人痛心的哈。但是他们得到了这样的康复，也是让人很开心啊。是，那师父，我们送这位师姐，也送她一个奖品礼物，好不好？好，哇，这么幸运哈，有礼物，感恩师父。送她个弥勒佛，你看，哇，大富大贵哈，健康长寿哈，好美祝福师姐哈。玛瑙弥勒佛，对是，真的是好美啊，非常非常美啊。感恩师父。还有呢？是什么呢？修练功的青蛙。坐禅的青蛙是吗？就是健康智慧长寿啊。收到。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小茶宠吗，师父？对。这个通常喝茶呀、聊天的时候哈，就是放在那儿的欣赏把玩物。它不光欣赏，还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哈。启发尤其是智慧啊。对。对，你们俩猜猜哈，这青蛙在这坐禅，这个手在干嘛呢？这是什么意思吧？练大光明。对，这青蛙太智慧了。这修炼的青蛙，这青蛙都在练功哈。那很多人都懒得练呢。咱得向青蛙学习，是有智慧啊。对，请个小青蛙茶宠回家看着哈，提醒自己。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应该要修炼了，感恩师父，健康长寿哈，感恩师父，
师傅，那我这儿还有一个我们来自于宝林禅堂的一位师姐，她的分享，凤居师姐也是30年的便秘。那她的故事是说，师傅好，我是凤居，我30岁生了女儿后就开始便秘，我3、4天才能排便一次，我每次排便都很辛苦，用尽全力花20多分钟才能排泄出来，但即便这样，我还是感觉没有排干净。渐渐的，我的便秘越来越严重。我从40多岁开始，必须吃通便药才能排便。10几年以来，我换了10几种通便药，因为长期吃一种药物，这种药物对我就没有药效了。医生再三嘱咐我，通便药不能每天都吃，否则永远离不开药，永远没有办法自己排便了。所以我每隔3、4天才吃一次通便药。如果我没有按时吃药，后果会很严重。有一次我忘记吃通便药了，这造成我的肚子肿胀到快要爆炸的感觉，我肚子鼓鼓的，硬邦邦的，胀痛到我很难入睡。我一直撑到天亮了之后，排便了后，那个胀痛才消失。从此我再也不敢忘记吃药了，因为真的太痛苦了。那便秘严重的同时，我颧骨的部位呢还长了很多的黑斑，下巴上还长了很多的痘痘。我每天都要擦厚厚的粉底来遮盖，但是还是能看得到。我的朋友总调侃我说：“你怎么老了还长痘痘啊？”弄到我心里很不爽。医生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就是查不出便秘的原因，只能嘱咐我多喝水、多吃蔬菜、多运动。可是我全部都照做了，都无济于事。很夸张的是，我每天喝20多杯水，大约是5升的量，都没有办法排便，还是要依赖通便药。我明明知道吃通便药会伤害身体，但是我又不得不吃。之后我得知长期吃通便药容易引发肠道肿瘤，我真的是被吓到半死。在2022年的9月25日，我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菩提禅修，并且参加了菩提禅修的8天半健身班。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从健身班的第1天开始，我在每天不吃通便药的情况下都能轻松排便。我每次只需要花5分钟就能全部的排干净，肚子感觉好通畅。以后我的便秘再也没有发生过了。我持续禅修，颧骨的黑斑也渐渐消失了，下巴的痘痘也消失了。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变漂亮了，我真的是太开心，太感恩师父了。基于我们这么好的禅修方法，仅仅1期的健身班就让我严重的便秘消失了，而且睡眠变好了，腿痛也消失了，行动自如了。通过师父的开示，我明白了什么是慈悲，什么是感恩，所以我也要效仿师父，把菩提禅修传播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像我一样受益于师父，获得健康快乐。感恩师父。真好。对，这位凤居师姐哈，30多年的便秘，那个也是脸上长黑斑呐，还年纪都挺大了，还长青春痘哈。人家还说你这个怎么还长痘痘啊？她也很无奈呀哈。哎，可是来了我们菩提禅修，上了1期健身班，哎，这个便秘就好了，全好了，真的啊。然后现在就是真的，她说皮肤也好了，也健康了，也美丽了。关键是她还有很多其他的健康问题也改善了。师傅，她不光便秘好了，她说腿痛也好了，她其实腿痛也很久了，失眠也好了啊。对，那禅修它不光是针对便秘来的，对，是其实便秘好了也是顺便好的哦，顺便好了，对，因为整个身体都在康复哈。哦，她得到了一个全面的修复，是，对，真的是很好哈，是，所以他之前也是有那种药物依赖嘛，他自己也说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来到我们这里就好了，感恩师父，好，那我们也送他一个小礼物，好，送他一个小龙龙哈，哎，这个好可爱啊，龙龙茶宠哈，啊，这紫砂的哈，这个好，祝福这个凤居师姐哈，健康长寿。收到，生龙活虎，收到，感恩师父啊，好，那师父能给我们也讲讲这个龙的这个太子龙的茶宠有什么寓意吗？这个就得靠想象了哈，哎，
那通常呢，这个龙在远古时期啊，可能咱们地球上真的有过这一类动物哈。你像在加拿大那个多伦多博物馆，它都挖出来非常长的几十米长的那个龙骨化石啊，非常巨大，那个头啊都像一个房子，就那么大，这个不是假的，是真的骨头。所以他又在电视上大家了解到有各种各样的龙哈，有的像鸟龙，有的像那个大爬虫的巨龙，像那个蜥蜴一样哈，有的像老虎一样，就类似这种感觉，就像那个电影影片里的差不多。但是这个中国人在过去对于龙呢，因为后来就看不到了，就开始想象这个龙啊，它是有各种的能力，比如上天上呢能飞，到地上能跑，到水里能游，它都不会成为障碍。你想在中国还有一个典故叫鲤鱼跃龙门，传说呢这个鲤鱼哈一旦越过有一个大门就像好像进了一个神仙门一样哈，你只要能跳过去这就成龙了。那鱼呢过去只在水里嘛，你一旦成了龙之后，你就成为叫神形的动物，或者叫神性的动物，无论上天入地下海都行，就没有了障碍。那也意味着呢，就我想的比较实际的东西，就一个人哈，其实都需要学习和成长，或者叫做修行，这个过程就是修行。通常呢，你像咱们年轻的时候，咱们看到一些年轻的这男孩女孩们哈，20来岁17、18岁的时候，因为就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好的话，通常说这不能吃，那活不能干，是吧？那个事不能做，这个怕脏，那个怕累，又是怕臭，等等的，是吧？还怕丢面子。但是有一天，你活到30几岁、40岁，上有老人，你需要去孝敬抚养；下有孩子，你要抚养，是吧？那个经济压力都来了，你的靠山也不在了，或者也没有行动能力了，对吧？都要靠你自己的时候呢，你应该学得像龙的精神，不管上天入地，我都可以，对吧？只要去能养活家人，能够吃饭，有个好的工作啊，那因为你也有这个责任呢，而且一就是孝敬老人啊，抚养子女，是吧？你这都是你要干的。甚至说买房买车，那你也没有收入怎么办呢？或者是我工作挑三拣四就不行，就变成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生活的这样一个压力和目的，所以干啥都可以，不管上天还是入地，就成为像龙一样的人啊。当然做得好的话叫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有这个寓意吧。感恩师傅。所以每次我们要是请了小龙的这个茶宠放在家里哈，就是提醒着自己哈，我们样样都能干，不断的学习哈，不断的提升自己。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好的，感恩师傅。好，对。好的，那我们再跟师傅分享一个来自这个马来西亚，她是凤妮师姐哈她的这个故事是乌梅醋赶走了她50多年的严重便秘哈，我们来听一听。她说：师傅好，我今年56岁了，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呢，我就有严重的便秘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足足50多年。每隔3、4天甚至4、5天我才能排便一次。如果到了第5天还不排便，我就一定得吃泻药来帮助排便。每一次排便的时候呢，我都很痛苦，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弄得我满身大汗，花费了半个小时以上才能排出来，而且还总是觉得排不干净。我曾经用过不同的通便药，但只要连续吃几次就会出现便血，后来都不敢再吃了。便秘的问题还导致我的肚子总是胀胀的，如果到第4天还没有排便，我的肚子就会鼓起来，硬邦邦的，胀得很痛。便秘看似不是致命的疾病，但是只有严重便秘的人才知道其中的痛苦。
而这种痛苦，医生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就在我以为严重的便秘将伴随我终生的时候，2023年的3月，金菩提宗师在吉隆坡禅堂举办了一醋降三高的活动。我很荣幸地去吉隆坡禅堂见到了宗师，领起了一瓶宗师加持的乌梅醋。这之后呢，我每天早晚都会喝一次乌梅醋。没想到的是，喝了第3天之后啊，我竟然在没有吃任何药物的情况下，可以轻松排便了。而且每一次啊，只要5分钟就能排得干干净净，肚子再也没有胀痛的感觉了。那肚子通畅了，全身的疲劳和难受的这种感觉都消失了。现在啊，已经过去1年多时间了，我的大便基本都保持每天通畅，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出现2天排便一次。这个时候我会马上去喝乌梅醋，大便就又通畅了。真的非常感恩金菩提宗师，宗师推出的这个小妙招乌梅醋啊，竟然解决了我50多年的严重便秘。我现在呀，也经常来禅堂做义工，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获得健康。感恩师父。对，这位泰尼师姐，她这个便秘就更严重，她从小婴儿的时候就有便秘对，所以她呢就是一直要靠吃药哈，吃药吃到最后每一次上厕所都要便血，就吃害怕了啊。对，但是也是2023年有机会来到了我们马来西亚吉隆坡禅堂啊，师父当时办一醋降三高这样的活动，他就领取了师父加持的乌梅醋。这喝了之后3天，他的便秘就不药而愈了。他都没为这个目的去的，但是都得到这么好的他没有想到，对，对这师父这个乌梅醋还能帮助排便呢哈。是它因为主要是针对降三高的嘛。这个降三高除脂肪哈。对。这个东西呢，它首先就是一个清凉性的。这个醋呀，对这个食物对物质啊有软化的作用。还有一个促进这个发酵。发酵之后消化吸收了，对，这个但是需要该往外排的属于粪便的这些渣子呢，也是松软的。所以你看这个比较爱使用醋的人，皮肤就比较好一些。是就不太用醋的人呢，皮肤就是会偏黑一点，粗一些。这是真的。你其实如果做过实验哈，你把这个鱼骨头或者猪骨头你泡到一个真正的一个醋瓶子里去的话，我觉得可能1个礼拜哈，这个骨头已经变成像粉末一样了，就全部被泡化了，就这么厉害。之前他们不是说那可乐有这个作用吗？对，是。那个它直接把它溶解掉，这个醋也有这个作用。所以呢，适当的对了，这个尤其是乌梅醋哈，对乌梅醋的时候，它主要是清这个血液之中的这个脂肪类的东西，所以对于血液啊、肝脏啊特别有好处。是。对它排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顺便呢，就把它这个关于这个便秘的事儿就顺便就解决了。就是副产品，副业都不是主业。是，其实以前我们有很多乌梅醋降三高的这个很好的故事哈。那这位师姐也是非常幸运哈，喝了乌梅醋50多年的便秘就好了。对，真的，还是比较幸运。所以这个有便秘的人啊，还是喝一点这个乌梅醋一定有作用。还真是啊，他也不是我第一个听到的。其实我之前也有一位老朋友了哈，他也是中风后了以后呢，其实偏瘫，人基本上都不能动了哈，就这个大便就很有问题。当时师父介绍了乌梅醋，我就跟他讲了，他就开始喝完之后，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三高降没降，他就说我的大便特别通畅，我每天到点就去排便，我就可开心了啊，因为他行动不便嘛，所以其实很不容易的。一位长辈哈，对是，感恩师父。对，我曾经遇到一位这个老中医哈，因为他也是一个治疗这个癌症的高手，就是属于这个肠道系列这个癌症的高手哈。他跟我聊这个健康养生的时候，他也说呀，其实人生就是5大项内容，如果基本正常，就算是健康，不管说医生跟你说你有什么病，先别管那个，这几样正常就可以。
是啥啊？想知道吗？哈，想就是吃喝拉撒睡哦，啊。就吃和喝像傻子一样，这大家都知道，谁都知道要能吃喝嘛哈，不用教，但是不一定能拉得出来，是不一定能睡得着觉，哦就是这样，哎，所以，还有的呢，你说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去大小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就小便来说，你不想尿，哎，它尿出来了，是吧？这个男女都有这个问题，对吧？对，哎，但是你去想尿的时候就没有，对，哎，但是总是给你个信号说去撒尿哈，但是去了就没有，像骗人一样，这身体像中了邪一样，其实就是老化的这个原因，就是能量不足了。如果能量充足，锻炼的好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哎，所以能做到吃喝拉撒睡都正常就好了哈。哎，好的，那师傅，我们也给他送一个小礼物好吗？好，哎，这位泰妮师姐，好，这个比较特别哈，这是茶宠的，这个紫砂的孙悟空，哎，拿个金箍棒，好可爱的小猴子啊，哎，妖怪，对，这个悟空好像在悟什么？是，他闭着眼睛哈，对，没有打妖怪，这悟空呢，在这个他的这个过去的故事之中哈，一直是处于行动状态，对，可是我们这个茶宠呢，是在修炼，是，哎，而且，那你想一想，师傅给他起名叫做悟空，是吧？哎，你看好玩吧？是，过去还叫齐天大圣，是，对他想叫齐天大圣，齐天大圣，哎，这个师傅呢，你还记得是哪个师傅起的名字吗？还菩提老祖啊，菩提老祖，菩提老祖，也叫须菩提，也叫菩提老祖，给他起的名字叫悟空，哎，这是个天意吧？哈，是。到了这个部分呢，最后这个唐三藏这个师傅见了他之后也没改名，还是叫悟空，这个有意思哈，悟空，所以你在喝茶聊天的时候坐在那儿看看悟空，哎，他的身法那么强，大脑那么敏锐，啊，又是忠义啊，又是坚强，啊，忠心，哎，能力十足，72变，无所不能，是吧？比龙都厉害，是，哎，就这个师傅他起名叫悟空，这么大能力，难道都是一场空吗？啊，你赚了那么多钱，难道都是一场空吗？你有这么高的权力，难道也是空吗？谁说是空呢？啊，是吧？是不是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丝的思考吧？对，所有的拿到像悟空这个茶宠的朋友，我相信你只要看到他，你会想，为啥叫悟空？啊，为啥你在打坐？所以说这两个思考的部分，我相信还有很多，你叫根据你的情绪的变化而引发的思考。那思考的都是什么呢？就对人生的总结与感悟。哎，所以呢，这个小东西啊，送给这个泰尼师姐哈，是感悟吧。好，对，悟空带给他的启示真好。哎。打坐关键时候，这个打坐的时候，兵器还放在手上托的你也可以搭在一边这么放的，是吧？搭在一边这么放，还跑了，这样可以哈。哎，你看两边放都行哈。是。你也可以放到身后腿上。哎，好好的悟一悟，好好打坐悟一悟，这棍子到底拿不拿？说不定就能开悟了。是，人就是需要开悟。促进大家开悟的呢，哈，哎，我还有设计了一个图，上头有很多部分也是英文标示的。哎，八卦图是，印到衣服上头。你看一个新的一个所谓八卦衫嘛，哈，对，哎，看它的背面。
就是八卦。八卦图，对你看他做这么多层次的八卦，是啊，是它还对应的，比如说哪一个卦象哦所对应的那个内容，哦，比如说这个，看到有不同的器官，然后哎，还有方向、颜色、颜色，气味嗯啊，对，这就是八卦里面所含的这个包罗万象的东西。嗯啊，我举例来说，比如说这个，白色，嗯，白色在人体呢对应什么呢？肺是吗，肺。嗯所以那你就知道了哈。如果选择食物的话，对肺有好处，应该选白色，知道了？你看鸭梨削了皮之后，里头白色白的润肺，百合白色润肺，是吧？哎，包括冰糖啊，冰糖炖这个鸭梨啊，润肺啊。还前2天我喝了一盅哈，一个小弟子做的，鸭梨上头炖一点红枣啊，润肺哈，安神。你看，好玩吧？好玩儿，哎，你说，凯莉，肾脏是什么颜色？从八卦的颜色上，黑色吗？黑色。嗯，对，所以呢，吃黑色的食物对肾气肾有好处。所以头发变白是什么原因？肾气嘛，不足，肾气不足了呀。嗯那所以呢，吃黑豆对哪里好？肾好，好，你看一下就学会了，对，这上都有对应。对，对，所以它这里头还有包括一些，就是这个生死好坏、运气都含在这个里头。哦，哎，所以你要稍稍懂得一点概念哈。今天你打开这个往床上一铺，我要看看我今天的，我的运气如何，哦，是吧？在一个完整的一个床上和地上铺好了之后，先记住哈，这个叫上南下北哈，八卦图是上南下北。完了之后，把你想问的事，手里拿一个硬币，拿个硬币，很多硬币不是有一面是人头吗？通常是国家的总统啊、主席啊之类这种像，对不对？是，背面呢是一些字或者其他图案。加拿大那个2块钱硬币正面那个照片是谁的呢？女王，女王或者熊是吧？是，那背面呢就是字啊。反正就看哪个一般有个正面，正面就是所谓人头那一面，大概这样。你如果说正面朝上，这件事儿就是能成。如果正面朝下，这个事儿就现在不适合做，是吧？比如说你真有点病，去住院，说1个礼拜能不能好啊？那怎么弄呢？拿着你这国家这个硬币哈，干干净净的哈，洗手燃香之后，在药师佛前或者在师傅像前，恭敬祈请。当然，先把这个衣服铺上去，背面朝上，好吧，背面朝上之后，你甚至不管方位都可以，只要真诚的哈，拿这个硬币放你手里头，咣啷咣啷啷摇一摇之后，你觉得该扔了，啪一扔，但是扔的时候就最好在八卦图这个方向扔，看看它是在这个钱币在这个八卦图的哪一个方向，它在哪对应着，哪个位置，里头就有好坏、生死等等的这个数都在里头，是帮你预测了。是，还有一个呢，我设计它呢，还是说，大家记得你在韩国和我们中国很多家呀，还有一些公司行号哈，上面挂着一个八卦图，在香港也比较多，对不对？是一个八卦图，有的对着什么路冲啊，是对着大烟囱啊，对着医院的方向啊，还有甚至对门闹鬼，他家贴的什么就八卦图。八卦图，那贴八卦图干嘛呢？运转啊，就把它消化化解掉了。就像太极拳，你一拳打过来之后，我的阴阳一转换之后没用，没事儿，你打这空气里了，你打这个肚子没用，没有伤害，就是这个意思。你那个鬼也好，充气也好，伤害也好，说这个年轮不好也好，是吧？今年是龙年，明年是蛇年，你这个到了这个今年明年，这个有什么相刑相害的这各种命相的哈，犯太岁，穿上它，就把你这个灾难化解掉。哇，这是我的用意啊，还可以用来算卦，挺好玩吧？好玩，做纪念都很好，这个是很多是不公开的哈，但是呢，我觉得
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和方便，还是比较好的。感恩师父而穿上透气，是速干呐、对是，我试了一回哈，哎，在温哥华，我这个呢洗了一下，正好是中午，是外头有点透风，我就搭在外面这个铁丝上去了，嗯，哎1个小时就干透了，哦，很方便，好玩吧哈？好玩儿，而且没有臭味儿。是，这个衣服是真挺好的，万能的，嗯如果能防火穿就好了，能防火防弹的话，以后咱们往那方面发展啊。好它是这样的一个吉祥的一个衣服的设计哈。真好，对，又能护身怎么样又能转化，还请能预测一件吧哈。还能好预测好是对对对，这个衣服给大家还是限量发行的，所以限量发行。对对，早到早得，是这样的，真的，大家要快点，有很多号这个其实已经断不了。做多了，嗯，我就觉得让大家总有新鲜感。你这个你穿上它，你再想请晚了之后没了，是的，但你再找，也许有更新更好的，说不定也令你喜欢。就是不去积压它，对反正抽空就设计呗。这个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对，挺好玩，这样大家就懂了哈。懂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对，所以过去很多这个高明的中医哈，本身也是命相大师，哎，给你这个一看你的脸相，再看你的疾病哈，再拿你的生辰八字一算，你看一个八字出来了，就你的命相就出来了，所以解决你的疾病就容易一些啊。你看都是合到一起的，好，这个我就讲到这儿哈。好，感恩师傅。好，那师傅，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周女士，她也是27年的便秘，当时她的症状是因为年轻时候吃的那个椰浆饭，什么那个咖啡、高热量、榴莲高油，对这些引起的太多了，糖尿病、打胰岛素引起的肥胖啊、失眠啊，然后导致她最后便秘。还有口臭、体臭这些问题嘛？那他其实给我们来信也是讲了，他最后那他得到了就是便秘解决了，是不是？那我们再听一下，好吧？他说，那他这样被便秘折磨了27年，他说，在我失望无助的时候呢，朋友给我介绍了菩提禅修。在2020年的9月，我来到了马来西亚的甲洞禅塔，参加了菩提的健身班。健身班的第一天，我就跑了3次厕所，排的都是奇臭的黑便。接下来的6天，都是一天排便3次。从第7天开始，我每天至少可以排便1次。虽然时间有点长，但我已经很开心了。我相信健身班帮助我的身体排除了很多毒素。2021年1月，我在 YouTube 看到金菩提宗师介绍菩提的普洱茶能降三高，帮助消化、除油减肥、促进排泄，我太需要了，我就赶紧来到了甲洞禅堂，请了一饼菩提普洱茶。我每天泡普洱茶当水喝，喝了1个月，我排便越来越顺畅了，还排出了很多的油。每次冲完马桶后，马桶里还会飘着一层油，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轻松了。我很高兴，我又请了4饼普洱茶，每天早上泡好，我带去八卦点给大家分享。喝普洱茶3个月后，奇迹发生了，我终于可以每天早晨顺畅的排便了。我失眠、体臭、黑斑、烦躁现在都没有了，困扰了我27年的便秘从此消失了。我的体重也从85公斤降回到了之前的65公斤，整整瘦了20公斤。哇，你看师姐前后变化好大呀，真的。我又可以穿我35岁时候的裤子了。我的朋友看到我都说我变了一个人，我自豪地告诉他们，是金菩提宗师的加持让我变得健康、快乐、美丽了。我还有坚持走八卦，我现在的空腹血糖指数都在5到6之间，正常的就是5到5.6，就是基本上已经正常了。对，医生说我不用打胰岛素了，每天只要吃2颗降糖药就可以了。我每天正常吃3餐，也不再有饥饿感了。感恩金菩提宗师，让我脱胎换骨，摆脱了便秘的困扰。这是我们的周女士。对，她也是这个30多年30多年的便秘。然后呢，她真的是开始听她的故事的时候很心酸，那现在呢，很让人为她开心是都解决了。是她的这些各种各样让她尴尬的身体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啊。对。凯莉，你刚才就是读他的文章他的见证，说
第一天就跑厕所，是对很多第一次。天跑了3遍，然后还说都是排的那种奇臭无比的是对粪便，就是然后接下来呢，每好像天排出来是地沟油哈，对，他这个听着是对，很有质感啊，是，啊，像到了石油大国一对，样。排了很多油出来。是，然后后续的几天也都是天天跑好几遍，然后呢，后续就慢慢的就是比较正常了，就可能1次或者是2次了，然后就是之后这些他自从喝了普洱茶之后呢，就是已经是可以早上起来顺利排便，都正常了。对对，喝了3个月，对，就好了。哎，你这个我在20年前哈，就接触了一个在温哥华接触一个患者啊，对，他的原籍是香港人，我见他的时候呢，这个他那个老腿哈，像象腿一样特别粗，这女生嘛，她可能有50、60岁的样子，那腿好粗啊，他走路的时候巨为艰难。他那个脚脖子，你懂什么叫脚脖子吗？就是猪脚、脚踝的部分，就是那个猪蹄儿这个啊，就是大概就没法比喻哈，就脚拐弯那块儿啊，都已经很粗。哦，它那个颜色哈，又肿那么胀那么粗，还有点发紫色，发灰紫色。你看什么问题？你能猜出来了吧？堵塞了哪里？这个超级三高，还有呢糖尿病。哎，对。他那个脂肪哈过于多了，也就有缘嘛。他说这样我就洗了啊，他就怕洗呀，他怕死哈，哎，他说怎么办呢？走路也不方便呢，他跑都跑不了哎，哎，他身体特别重，太臃肿，他最怕的是上下楼梯还，哎呀，这个痛苦呀，来给我好好练，我开个班，一个禅修班，对，啊，就是来练来。我忘记是当天还是第2天，哎呀，他就给我讲，因为人他有这个病呢，等他有一些反应之后吧，他很热情，总是给你来讲来，哎，那个班人很少，所以就每个人跟我很熟悉，他上完厕所就给我讲，哇，讲的是叫津津有味，讲的大家直流口水，啊，就说媳妇啊，我一到厕所又排出很多油来，一听直恶心，啊，对，后来甚至怕我不相信，还拿个小瓶装一点，哇，超恶心，这么实在，真的是油脂。对，我们听着恶心，他开心呐。是。对，而且呢，从那一天就开始，他不吃饭了，就我们所称禅修之后的辟谷。他的辟谷10几天了呀，30多公斤没了。哇，原来那个大象腿哈，他坐下的盘腿他盘不了，因为太粗那个腿。哎。辟完谷15天之后，盘腿是自由的，上下楼梯是用跑的，好玩吧哈？所以他就给我，对我就说你这样，你用笔记或者，那个时候那个手机拍照能力不行哈，就是你给我记录下来，每天那个排便呢和饮食情况你给我记下来，他就喝一杯水嘛，那家人怕他会饿死，你这辟谷饿死怎么办呢？我说是啊，你喝杯水，放点盐，放一丁点盐，放点喝点盐水。会好一些，就这样，他就不吃饭嘛，因为不饿，就是这样。反正因为我也在赵宽的跟前，我知道没有问题，所以他就每天能排到第7天以后，他说毛都排了，就是都排光了。我说那你也要注意，说不定还有。说着说，哎呦不行，捂着肚子又跑厕所，又说回来之后，他说不知排出了千年陈年普洱啊，还是什么东西。它出来那个白油泡泡，一开始都有颜色的，从黑色的，再当咖啡、深咖啡，最后变成淡咖啡。到我说那天说的时候，再排的时候是白油。就是这样，所以他一直还在减肥。就是这样的，好玩吧哈？对，所以他那个排完之后，他那个脚脖子上那个紫灰色哈，那些都没有了，就恢复到正常这个腿了。救了命了，他能跑楼梯了。你想那个腿哈，他穿所有的裤子都宽松了。原来真是个大胖子。一下瘦了那么多，真好。真的。所以和现在讲的这个师姐哈，她叫啥来着？叫周师姐。周师姐哈，和这个周师姐这有点类似的感觉，都挺有福。是。你说参加禅修班，还不是八卦，
哎，效果都这么好哈。是，哎呦，这有这种情况的，大家赶快来打听一下你附近有没有菩提禅堂在开班哈。别的禅修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禅修这个效果确实真好。我们所有的案例都是真人真事，是吧？你找演员，找中国人讲的托的话，就是骗人那个东西，你能找这么多吗？不会，都是这个都是在地人，他们大家彼此都认识。是，效果真的好。你看光这个便秘用尽了药没用，是还有很多用出副作用来，是吧？该你讲了。对，那这个周师姐她是这个上了健身班哈，然后连续几天，哎呀，这个就通畅了哈，然后接着她就喝普洱茶，喝了3个月以后，她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排便啊就恢复到完全的正常了，所以这个普洱茶呀，师傅对这个便秘也是很有效果的哈，师傅，哎呀，今天说都是便秘加饮食，哇，怎么说都流口水哈。咱还是为了帮人嘛，这帮人呐，用心良苦啊。是，哎，那我们讲这一期啊，先讲说我们当初为什么讲这一期这么个内容哈。哎，前头好几期呀，大家这个网友留言的时候啊，每一期也是叫因缘，每一期都看到不同的人就留言说，哎呀，师父有没有对治疗便秘的一些小绝招啊，什么小妙招，告诉我一声，这太让我痛苦了。每一期都看到不同的人留这种言，哎，我就特别关注这个内容。我说这个问题哈，是个叫普遍性的一个人体问题。这个要排不出来，就是一堵百堵啊。这个人生就没有什么幸福和健康了，而且还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癌症。对，最直白的就是结肠癌、直肠癌，甚至到子宫癌，都在下腹部里头哈。是。哎，对，这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些问题。哎，对。那所以呢，为了帮助大家呢，我们就准备了这一期的这个内容给大家哈。对，那这个说到这个师姐讲的这个普洱茶呢，这个不是我们特制的。我讲的普洱茶哈，它的生产呢，其实在这个叫做生产茶的这个省份，这个地区人，他们当年并不喜欢喝普洱茶。他们为啥这样呢？他这种叫陈茶，就像吃海鲜的人说，怎么鲜怎么吃。你像海边的渔民吃小鱼，拿来放在清水里一煮，连盐都放就吃了，他觉得好鲜是吧？吃牛羊肉的人就趁鲜就吃，杀了羊当场就煮。我说是真是哈，哎，他要的叫新鲜，就原产地的人。所以产茶区的人根本就不喝普洱茶，但是现在不同了。可是那为什么把这个茶叶进行加工发酵，那么一大堆茶经过又蒸又搓又煮之后，就变成一个小茶叶饼呢？成这么一个饼，是用了一大筐的茶叶啊。那你想这不是浪费吗？那么多茶叶看着这多好卖多好啊，为什么压缩成这样呢？就是为了照顾那些更遥远地区的人。比如说西藏的藏族同胞，藏族，还有远到欧洲人，我们最近呢刚也转了一大圈在世界，其中一个，到伊斯坦堡哈，就是什么国家？土耳其，还有这个雅典是希腊雅典，你看，到了这个亚洲和欧洲交界区域，是那一块人，你去买饭的主食是什么呢？一个字儿就是肉。所以在中东地区哈，很多包括过去的这个欧洲，很多人的主食是以肉为主。他不是爱不爱吃肉，是他那个地方这个食物的生产很多时候在畜牧业，就是放牛羊，就吃肉吧。所以当吃肉太多之后，大家就发胖，就特别发胖，还有一个消化不了，还容易造成心梗和早死，对不对？所以大家怕了。最后有一天就有人拿了茶叶泡了喝了之后说，哇，快速就解决消化了这个肉和脂肪的问题，对不对？身体一下就舒服了，就通畅了。哎，慢慢就是人就发现了说，一定咱们吃牛羊肉的人哈，一定要多喝茶。那这么老远不可能从中国运菜到那里去啊，对不对？是，就运茶叶，新鲜茶到那都放坏了，对不对？放坏了怎么办呢？也经过我们说这个历史吧，多年之后呢，人们就发明了这个方法，把它进行什么蒸、炒、
搓，完了之后呢，它是变成发酵，发酵之后再压成一个饼，就这一个饼啊，是一大筐的茶叶，压到一起的，就是为了说能够存放，并且到那边不坏。那么在藏民呢，那时候我们在那儿时候，一般的藏族人喝不起普洱茶，普洱茶是这种茶砖之中最贵的。那时候我们在那喝的是长方的大砖茶，也叫福茶。那个福茶是秋后的茶叶，最后什么都没有，就是拿大剪刀使劲剪，剪了之后连茶叶到茶叶那个小树棍木头梗子一块儿发酵就弄了。反正你们也不懂茶，就做茶的人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个呢，就连这个对于吃肉的地区，藏族、蒙古族都得救了。把这个茶叶，放上水才能变成茶，对不对？它就是水，一份茶啊，就放点牛奶。在纯西藏的话，但是多数人还会放点油，就是酥油，放进去之后呢，它是煮着喝，这样要不然的话呢，它那个一个是肉食消化不了，就容易死亡，容易得各种各样的病，就堵住了这个肠胃。它有一个帮助它消化这些脂肪，分解这些脂肪，还要排解、排下出来、排出来这些肉食的这些粪渣，就是这样子。欧洲人也是如此，一模一样。所以你到西餐厅里头，它最知名的所有的西餐厅一定要共有一道茶叶，叫做 English 什么那个，就是英国的英国早餐茶是吧？对，早餐茶就很浓的那个，就是你只要吃个肉，一定喝这个茶，才把你的肠道清干净啊，就是这个帮助消化的。所以你看，又是减肥，有消化脂肪，还有预防了疾病，还有顺利的排便，什么都有了。是。所以对于西藏人来说，可以叫3天无肉，但是不可1日无茶，就是这样子。西藏、蒙古就是这样。你如果一旦没有了茶叶，就完了，消化不了吃这个东西，就卡住了。因为在寒冷的地区哈，这个牛羊动物它一身羊毛，穿着羊毛衣来的，对不对？它不怕冷，那菜怕冷，所以菜和粮食长不出来，但是羊一样长，知道吗？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肉食，是吧？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消化的问题，就是配普洱茶，尤其咱们菩提的普洱茶，这是最好的。是，对，一般人在那个时候我们在那儿喝不起哈，就是那个大砖茶，那叫福茶，像这个比那个质量好。是，而且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是越放的越久，它的这个对于刚才说的这些功能哈，作用就越强。而且呢，你想哈，有些人比较瘦的人哈，体寒比较瘦的人呢，他就不能喝茶叶和咖啡嘛，喝了之后根本睡不着觉，心脏也不舒服，对不对？是。但是我们这个普洱茶呢，你看一放7年、10年、20年这种哈，这个呢，怎么说？你可以补充2句啊。对，就是它茶叶里面的那种，就类似咖啡因的那种元素就已经很少，几乎没有了。对，它不会引起我们心脏不舒服。是。那反而师父说的，它就是让人特别的温暖，然后通窍通畅。像对于我来讲呢，我是一天哈，全天候我就是半夜醒了，我都可以喝一杯普洱茶。这个不是乱说哈，是真的。但是也有人神经特别特别的敏感哈，就是建议呢，下午。就是中午饭以后，别再喝茶，不管任何茶也别碰，因为多敏感体质人都有。是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陈年的7年以上的普洱茶呢，就是喝是没有事儿的。尤其是早晨。是你那个壶有多大哈，也就多喝上几杯这个普洱茶，就好了哈。真是。对，所以要不要介绍一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小时候，像我妈告诉我的哈。对。那也经过我的总结，我母亲也告诉我的，我也试用了这个挺好的方法哈。用这个泡茶的时候，1份普洱茶，1壶水，里面，因为在世界各地来说，你不一定买得了酥油，还买得到酥油，你不一定受得了那个气味和口感。酥油闻的是臭的，吃的是香的，所以你肯定忍受不了那个臭味儿。
但是有一个东西又香又好吃，而且作用比酥油还厉害，是什么呀？就是叫小磨香油，啊就是芝麻油。香油啊对，芝麻油不是花生油哈，对，芝麻油，所以在北方俗称叫香油香油，啊。佛前点灯香油对，是吧？香油这个油哈是很神奇的，所以你这一壶茶当中呢，放一点盐，啊，就咱们吃的盐就很少哈，啊，还有呢放1滴香油。哦，像我建议我们这一般的喝水的大一点的杯子哈，你这个茶倒进来，我就用有点像火柴头一样那么一滴，就是有点粗牙签，对，在油里蘸一下，在杯子里搅一搅，就就那么好一小滴香油，了盐提前放了哈，你这个喝它几大杯，每天喝几大杯，尤其是在早晨空腹的时候，比如到午餐啊，中午午餐的时候之前，提前1小时半小时，也来它1、2大杯，这个水，就是对于这个便秘哈排便这个问题啊，哦，那个是奇效的，有奇效哈。之前我给大家传授过呢，早餐或者3餐之前喝一杯水哈，对，啊，现在再加强一点，既然这个东西这么严重的话，便秘就是加盐，加一点香油，记住是芝麻油哈，用我们的非常有效菩提普洱茶，是，对，就算是你肠胃排干净了，那这个盐，那你想想，你们的科学知识都很强的人，对吧？盐和香油它有独特的作用。像盐有没有杀菌的作用啊？有，所以对你肠胃里面有点伤口啊，有点炎症啊，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给它自动修补的一个作用，对不对？对，又补充身体盐分啊，哎，那么还让增加力量。是，在西藏的师傅就告诉我，有力气你要喝茶一定要放点盐，就是这样。早就这么说，当地人都知道。对，啊，就出去打猎打狼的人都是喝茶一定是加了盐水的，是这样子啊。人病的时候也掉盐水嘛，对，是，只是他们只是玻璃瓶装的，我们就是暖壶里装的，其实都是差不多，都是一种水。再加上普洱茶，它这个作用呢，就是消除脂肪，分解肉质，啊，油脂肉质，啊，就是它促进消化呀。你要消化得了，吸收得了，还有它促进将这个多余的油啊排出去。我喜欢做实验，我觉得我也不是成为禅修大师，我一定是科学家。我就试着拿这个泡的剩下的这个茶叶沫哈，剩下的茶叶去擦油乎乎的碗啊，非常有效。去油能力极强。当然了，哎，就茶水，你总不能直接干吃茶叶，就茶水就有这个作用。对，那么这个普洱茶除了它本身有这个作用之外呢，还有它这个有益的发酵菌。它里头发酵茶，说为什么这个茶越放久越好呢？说它在这个它每天都在发酵之中。对，自然发酵。我之前讲过陶瓷，因为陶瓷几乎像石头一样，对不对？应该没什么变化，它就那样了。其实不是。你放了500年的和1000年的陶瓷，它从颜色还有品种的这个表面的平整度都会发生改变。它只是改变呢，它不像有些东西说快速，你看它在动，对不对？不像个植物风一吹就在动，那个陶瓷它动得慢，动得很缓慢。那这个发酵菌它不可能像老鼠一样使劲跑那只，对，它不可能有那个速度，它是这种菌类，它使得这个茶叶变得就更好，更有那种有助于我们这个我们需要去清理那些油脂，帮助消化的那个作用力哈。时间越长，效果越好。是这样。这个发酵茶和发霉茶是2个概念。发霉茶就是毒，发酵茶我们存放的时候是按照科学的存放方法来存放的，这是秘密。你要想了解到科学存放普洱茶，你要缴费我才能告诉你。好吧，以后再说。对，所以这个是老普洱茶，它效果就好。哎，这个所以它包括对糖尿病啊、胃病啊、胃酸，听胃酸吗？是。哎呀，这个胃酸呐，台湾叫胃食道逆流是吧？是。哎呀，可难受了，整天卖那个瑞士药也吃不好。这个整天你泡咱们那个菩提普洱茶，别说1年了，半年下来几乎都好了，就好了。通常你喝上2、3壶就好了，还用那么长久吗？
就是这样的。真好哪些药它那个药是你一停胃酸又来了，是就麻烦。最后把这个胃胃里头那个黏膜还有食道那个黏膜都没有，都经过调查的。那个里头那个黏膜就有一层黏膜就保护膜给烧掉了，烧掉不是外来的火，就是那个自己的胃酸给烧的。我就看到有一幅图片一直到了贲门，就是食道这儿来，里头那层都给烧掉了。你知道多危险吗？危险！一烧掉之后，胃肿瘤就来了，还有是穿孔了，就是你这个食物漏到肚子内脏里去了。还有贲门这儿，那一层皮没有了里头那层黏膜没有了之后呢，如果你的这个上头这个胃上口叫贲门这个贲门一旦发生了炎症或者变成癌症之后，神都救不了你。那你想把这一段剪了之后怎么吃饭呢？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太危险了。所以呢，这个养胃保胃啊，养胃保胃。所以普洱茶，这个普洱茶，它带来这个帮助就帮你分解消化这些油脂，平衡酸碱你的胃从酸性胃变成碱性胃就好了。就是这样子的对身体是一个。但是碱性胃还能顺利往下排这就是本事对。哇，感觉这好茶好像也有灵性似的，就你哪里需要，它帮你评哪里。就是它就是有益于身体的那种叫益菌。因为身体里头不同处都有不同菌对，这个有益菌好了，你健康就多。那像坏菌呢，就容易变成疾病嘛，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好的这个普洱茶的菌就是对人体好。对，师傅之前说1年是茶，3年是药，7年就是宝。对，这个是喜欢研究茶的人那些老师傅就这么说的。这个1年这个茶就是茶仅仅是普通茶的作用。这个3年的茶呢，他觉得他就已经有了很好的个药性了，保健性作用。7年就是宝了。那7年以上的呢，就是神仙茶，就能让你能够健康长寿的茶了。很贵，真是。我就说30多年前我在香港路过因为那个香港的小店不是比较多嘛。我住的那个旅馆楼下就卖各种商品的小商店，其中一个是卖普洱茶的店。它在靠近橱窗外头，一个破普洱茶掰掉一大块，很惨旧的那个包装纸，就所谓上解放前的1930几年做的普洱茶。那个时候卖港币多少钱呢？我觉得35万还是55万。那么一块还不完整的一个普洱茶。是，他真是引起我的好奇吧。我就问那个老板还不乐意搭理我。那香港人你说普通话的就不爱搭理你说英语就搭理你。就是他们比较好学对，我就问为什么卖这么贵呀？你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我才问呢。问就告诉你，这个能活长命。你说急不急呀？急就是这样。他说的这个实话。那个老的普洱茶就有这个让你健康长寿的一个作用。那你讲科学依据就慢慢讲大概讲这么多就够了，大家懂得了懂。那咱们这个你像咱的云端普洱茶，你说这个多少年了？08年的嘛，到现在有16、17年了。快20年了对，这个茶所有的茶喝的都是苦的是吧？这个茶你喝在嘴里它是甘甜的。是，那就是像甘露一样香醇的。对，真的很。这个就是延年益寿对，就有这个好处这种好处不能再说了，再说觉得挺夸张了。但是真的就是这么好。感恩师父。还给我们分享了这个特别好的小偏方对网友朋友们，我要记住就是菩提普洱茶加少量的盐，加1滴香油对于通肠排毒特别的有效。好，那师父，我们给这位周女士也送一个礼物好吗？好。她这么喜欢喝普洱茶。喜欢喝普洱茶咱就送她壶，好吧？茶要自己请，好吧？咱这个壶又好又便宜又好用。你看青青翠竹一般对，你看多漂亮，真的是美又实用又好看。对，再配2个杯子都是这样，很雅致。对，这个一看它就像一个
恢复青春的感觉哈。是哎，充满对，活力。是，祝福这个周女士哈能够健康长寿收到，延年益寿啊。收谢谢，到感恩谢谢师傅。好，那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故事哈，跟网友也感恩师傅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指导。对，那很多这个便秘的人啊，他们可能都是刚开始的时候没那么严重，他们就是去买冷饮啊，喝凉茶呀哈，想要让自己就泻掉哈，但最后发现适得其反哈，就反而就是做了这些举动之后，更不容易去这个越想泻越泻不出来了，越泻不出来了哈。但是参加了我们的八卦内功课或者是健身班，哎，能量补上来了，这些都一通百通了，都不是事儿了。对，这其实让大家先懂得这个原理哈。对，所以很多时候，当你身体虚弱到之后一个程度哈，就是你就是吃什么药都是无用，甚至还引发一些副作用。那么就是说你的元气如果不足了，这个药越吃越麻烦。得想方设法把元气补起来。但在家里补不了。那一般人补元气，买人参，买西洋参买什么东西，什么炖个老母鸡，是吧？那个都是药物性的东西。对，那个劲儿一过去就不行了又。而且就是常说虚不受补，他越虚的时候，其实反而那样子更不好。对，不好。对。但是咱们修炼呢，它不一样，不是说我有这个病，专门就来修这个病的康复方法，我们这儿没有的。对，你只要一修，就像神一样哈，它自动找你有病的地方啊，就给你修整。是这样子的。是。很多人说因为失眠来了，结果胃好了。对。结果腿痛好了。就是这样，它自动在修复。对。八卦内功也一样。是。对。这个八卦内功这个补气哈，尤其是这个消化系统上这个原理啊，我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好。你看刚才咱们看那个八卦山上八卦图嘛哈。对。其实中国的这个认识世界的这个哲学不是一元论的介绍，它是多元性的。其中有个除了八卦的概念呢，还有一个叫做五行。五行对应身体的五脏六腑。还有呢，你看我们的手，两个手，就是两个手臂，两个腿加上一个头，就身体延伸的部分呢，它也是五个部分。五大块。的内脏呢，心肝脾肺肾，心肝脾肺肾，它是五脏，是吧？对，所以它对应这样的一个5的这个数字。是。中国人在这个看待世界的时候呢，他不是世界就是这样组成的，它就分成叫做5大元素，分为5大元素来认识这个世界。那大家都知道金木水火土。是。金木水火土呢，这几种属性来对应人的个性、长相，脾气，还有一个内脏，还对应内脏和内脏的健康的这个部分。那这个胃这一块，胃和消化这一块，就在于对于人体来说，就叫五行之中叫中央的位置。所以大家有一种中国知识的人哈，叫中央无极土。中央无极土。那么在中国的就是医学大家哈，那些名师大师们，他们有他那一种叫做医疗的思维流派。有的人说我只管叫做治土保土修土。有的人说我只管治水保水用水。对，他是就金木水火土有很多大师只抓一项，就他的一套这些理论，他把这一项给你调整好了，说这个人的健康就没问题。那我呢就知道有一位大师哈，他和我也比较喜欢他这套理论，他就是保土。那回到这个现代的语言，那你的问题是土代表什么呀？首先是脾胃。脾胃。他说你不管你是腿痛还是脑血栓还是心脏病，那他得给你诊病入药的时候从哪里下呢？调脾胃。针灸也是调脾胃。他说
这个中央无机土这就形同于说我给你往每个地方放电一样，我要送多少电。但是你这块土坏了怎么办呢？我给你补土。这个土补足了之后，再把原来不通的往其他几个方向这个疏通的管道再给你打通，病就好了。它是这种理论，是吧？那从我们的思维，我这个思维可能也是个错误的思维哈，就发展了。说土呢，它就有生命力。对。哎，有生命力的话呢，它润养万物，是吧？所以那个我把这个脾胃这块修好了可以。还有呢，道教炼丹。道教炼丹，还有咱们修八卦。修八卦内功哈。气沉丹田。对。我在西方的书店里看到一本书，英文的。一个老外就研究太极拳。这是中国哲学太极拳。老外直白的思考的把老外先难住了。他写了一本书给其他老外读，说中国的气是存在小肠子里，小肠和结肠。哎，所以他的理论呢说尽量忍着别放屁哈，然后把气放光了。嗨，我听着之后他是没读懂，但是他深层去理解是也是对的。那你从解剖学来说的话，你把小肚子这打开了之后，除了生殖器官、排泄器官，就是那个肠子了，对吧？对，是，就是肠子。那他这么一提醒，我也是啊，我气沉丹田沉了这么多年，这老外一提醒说，都存到小肠里去了吗？存到哪里了？那应该也不是直肠啊，也不是膀胱啊，存哪去了呢？难道它存到就我们所说的肠子里了吗？这个我也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悟一悟哈。它存到哪里去了呢？是啊，是肠子也不是肠子，是这个区域。那也有人说，那可能不是肠子里，是肠子外头，但是是肚子里头，说都是可能。因为我们从解剖学来说，就像血这个那个叫什么脉络，脉络在解剖学中找不到的。但是脉络真的在。还有穴位，在解剖学中找不到穴位，但是真有穴位，是吧？你不信，你拿合谷穴在这一掐就痛就痒，对不对？所以很多武林高手打穴的，拿个像个铁块，啪一点钟，动不了了，是吧？这个不是吹牛啊，这是真的有啊，对吧？你上网搜一搜，中国很多大师都会点穴，还有很多外国大师也一样会点穴。所以他就修那一派武功的，只是当代的这种肉搏战的少了，所以修武功的也少了，这些秘招就失传了。为什么大家广泛的不会呢？过去是取你性命才用的东西，我为什么会传给你呢？所以老人家一死，没人知道，甚至他孙子都不知道怎么用的，知道吗？而且人家就你告诉你怎么用，你也不下功夫练的话，点上没这个力道，所以作用力也就减少了。就点不死人，自己还挨一顿打的，对不对？就是这样，你点的有力道，一点叭定住了。就是像我们有力道的时候说，就没有点到你的穴，就把你给点坏了，就有这个作用力哈。对，好，所以这个气沉丹田的这个气哈，就是说我们在解剖学里的时候，就是看到我刚才说的这个肠子、结肠、直肠、生殖器官就是这样的。它的存哪呢？就是我们理解说，就是那个里头，那个概念是一种概念，而不能说用一个有固定的一个位置，这就是成气的。但是它这个也引起我的思维是什么呢？这样我做的话，我的消化系统是不是更好呢？因此呢，我就是说我们在修八卦的人哈，说如果你有便秘的这个现象的话，比如说这几天这个排泄哈，大便排泄有点干燥。怎么办呢？脚趾就不要抓地。那个腿蹲着走路那个修行呢，就减少一点。腿脚放松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个便秘感呢，就放松了，就容易排出来。它都是这个口诀会产生作用力的呀。懂得了吗？哈。对。当我的气能够，看你有没有修到那一步哈。当我的能量上顶顶到1米。头顶1米以上的时候，对，但是你没有高血压哈，就算有高血压，你如果忍着的话，它也就能到时候自动调整好了。那你的眼睛、你的头脑就变得又亮又好用了，使你的记忆力开始恢复。对，就是这样子，就好像又充满了电。对。
所以当然大家知道哈，要是能够气向上顶的时候呢，一定要气沉丹田之后，才在气流通向这个叫四梢和百脉啊，再能够像怒发冲冠一样冲到往上1米。当然有不同的修的弟子哈，修的有不同的这种顶气的方法哈。对，所以每一个口诀它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力。所以提醒大家哈，走八卦你也想让自己排便顺畅的话，如果有这个便秘的这些现象的人，就是在这近几天的时候，你的可以气沉丹田，但是脚趾不要抓地，就记住这个。还要注意饮食的这个健康哈，就是你这个吃蔬菜、水果，喝水太少不行。尤其是早晨起来，咱们当复习一下哈。尤其是早晨起来，喝上1大杯或者可以看你的壶大小了，几杯的这个，尤其是普洱茶水，一定帮你能够清洗肠胃，能把昨天的剩的东西排出来了，这样才是健康的。对，否则的话，女生都爱美哈。是，你想，其实应该排出来的粪便，在你自己的肠子里头，你肠子其中有个功能就是吸收，对，是吧？你说到了结肠那儿，凯莉那个它吸收啥呢？水分加上很多的剩下的杂质了，剩下的杂质就是毒素了。是，它本来正常营养素吸收的时候你是美容的，对不对？健康的。但你吸收的是毒素呢，那就完了呀，毒害了。对，所以你这个在这个颧骨两侧哈，出现那种阴沉的斑，阴沉的斑都是由便秘造成的，这个结肠吸收的粪便之中的那些物质。除了这个，因为你脸上出现这个斑的时候，那你的内脏呢已经受到这些粪便的毒害了。是，所以得赶快排毒啊。是，多练功啊，走八卦，参加禅修班，多喝普洱茶，才可以啊。吃些清凉的食物，才能慢慢往下引导它哈。就是这样子。哎，真好。是啊，我们真的是由内向外的哈。这师父给我们的这些方法，禅修方法、八卦，然后还有这些辅助的小偏方哈，普洱茶、乌梅醋，真的是让我们网友们，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便秘啊，还有其他的身体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感恩师父。是。我们就光想就是掏心窝子给大家多交流我们知道的这个知识哈。对，希望大家也去悟哈。如果有关这个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多留言和给我写信哈。那就是把你这些需求和这些健康问题写给我。如果方便的情况下，我给你回信，或者是来公开给大家讲一堂课，让更多的人受益哈。也感谢之前给我一直提示我，就是说怎么讲这个便秘这个问题的，是吧？你说它不要命，其实它可以变成要命的病，是的，它可以变成这个癌症，或者是其他的，甚至三高的，对，是吧？你这个便秘厉害的时候，刚才咱不是讲了吗？多少人医院医生知道，去上厕所大便的时候就倒在那儿，再也没起来，就是很厉害的。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还讲到的助缘的东西哈，八卦内功，乌梅醋，菩提的普洱茶，对，菩提的最厉害的普洱茶是云端普洱茶哈，这是陈年的，作用力很强。还有哪个部分呢？还有香油，对，香油，对，盐巴啊，对，都是很好的东西。对，这些原理都给大家讲清楚了，大家在用的时候呢，就明白该怎么用。就记住，喝茶水的时候少放一点盐。像我们在那个地方，它是炖奶茶，其实奶茶其实也是利尿通便的东西，因为它会让你产生对肠胃的刺激的敏感，就是容易疏通。但是奶茶呢分不同的人，就是你这个，尤其是这个有点干，有点就是燥火哈，就是肝气比较偏燥的人呢，喝这个奶茶的时候呢，要不容易拉点肚子，要么就反而容易便秘。但是加了盐就容易通畅。还有一个，如果你没有糖尿问题哈，加了盐和糖容易通便。糖分本身人体是需要的，本身是需要的哈，
就是当有点年龄，身体稍微有点胖，就少吃糖。但是在正常健康情况下，糖其中还有一个作用，帮着疏通肠道的。这个糖的糖分也是有很正面的作用。人身体不可以无糖的。所以这些道理大家懂了之后，用的时候会更方便哈。我看我们现场的这个网友呢，网上来说，他说孩子比较瘦，适合普洱茶吗？适合呀。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哈，我们往往都说喝普洱茶都说的是胖的人。那你一直比较瘦的人哈，瘦还有2种原因。一种呢，你看他父母爷爷奶奶全是瘦子，就是猴子不可能生出猪来，这你听明白了哈。你本来都是瘦高杆的东西，你的孩子遗传一定是瘦子。这是叫遗传哈，他怎么吃都胖不了，所以也不用图他胖，正常健康就可以。那么第2种瘦是病态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元气不足也容易瘦。怎么瘦呢？就是你的能量打不到肠胃上来，它不能正常的分解消化这个食物，最后就很容易哗就排出来了。这个食物稍稍有点油排出来了，食物稍稍有点不太卫生，哗就排出来了。其实这叫肠胃病。其实简单说就是胃炎。它是一种炎症，是一种病态。那喝普洱茶加上点香油，加上点盐呢，本身它都有这个消炎解毒康复的这个作用啊。它促进你本身吃到食物之后在里头发酵和消化哈，你的孩子才能胖起一点来。所以另外一种瘦就是属于就病态的瘦，反而要值得喝普洱茶。如果你的瘦是遗传的，喝普洱茶让你的孩子呢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食物的养分，但是又促进该排出来的这个渣子也能顺利排出来。所以当把这些都顺利排出来之后，因此普洱茶还有一个功能，就好像能开智慧一样。你各个都通畅的，叫一通百通啊。身体一下就灵光了，眼神转的也快了，脑子转的也快了，脑子清楚了，像电脑一样。它过去卡住了，那半死不活的，转半圈停2圈，现在呢哗转起来没完，那很聪明。其中一个就是你所有的这个你身体的所有的行为是通畅的。你人就变聪明了。就是这样的。那为了让这个排便和变聪明，给孩子们说呢，每天在佛菩萨像前或者在师父像前去做大礼拜。请上我的这个菩提的 YouTube 去搜索金菩提宗师教大礼拜那个动作特别简单。我们在马来西亚那个孩子现在已经大学录取之后，希望让他做大学老师多聪明。这磕一个大包起来，常年磕，每天磕头20分钟。从一个学校都不想要的孩子，现在大学抢着要，留下来当教授。他爸爸做生意说不行啊，我想他让接班做生意。那孩子还问我到底在那当大学老师好还是做生意好？我说你就应该当大学老师。就你看变得那么聪明，真的。这个孩子有定力啊。每天早晨20分钟磕头。真是聪明智慧。这了不起。我当年呢，这个小时候在西藏的时候，在那个西藏还遇到一个喇嘛这个喇嘛有点缺心眼儿，就是平常这个脑子就不灵光，也不会读书，就都从那个草原农村出来的，啥都不懂。因为都不懂呢，去哪个寺院除了干杂活，有时候他给人抬杠，最后叫老师傅赶出来。最后他没地方去了之后，有个人说你就围着那个哪个街上你就磕大头，反正里头是佛像嘛，在大街上磕。他还不懂别的，他倒挺实在，天天磕。3年以后他跟我一聊天，那个眼神哗一晃，哇那么明亮，说话他原来说话那个细声细气就不行这个声音哇那么洪亮，哇这个人能量好足啊。我就引导他去给人加持。对，有个女的在那坐着路边头疼，说太阳太晒头疼。我说你给人挥一挥孩子行吗？我会行吗？你就挥一挥人家头疼就好了。哇就是这样，他加持力就很强。所以我们光一个做一个大礼拜能修出那么高的法来。
说给一个孩子开智慧很简单嘛，对呀，但你还在想哈，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对，你看，站着，跪下去，再趴下去，对，这么多起来站下，起来站下还要趴下，动啊是会对哪些有好处呢？腹部还有腿，腹部的运动，肠胃的蠕动，啊，腿脚身体整个的综合全，身的，是所以叫做从上头开始哈，就开智慧。对，第二呢，助消化，排便排毒，治这个便秘，还有呢，对于脊椎疾病的也特别有帮助。有一个还有就是胃病，啊，新加坡禅堂有个胃病的非常严重胃病啊，这个原来是肿瘤都好了，哎，就是磕这个大礼拜，啊，所以年轻孩子哈，要想让他又健康又帅气，又漂亮，身材又好，啊，又开智慧，腰板又直哈，每天早晨我要求最低的一个，如果你孩子还算聪明，每天早上磕10分钟，你别计数，因为计数这个东西没准儿哈，哎，10分钟，那你觉得你孩子需要多加点功夫，多开智慧，20分钟够了，就可以了。台湾有个星云大师，这台湾人都认识，对不对？很多华人都知道这个名字吧？哈，在他自己的传记之中，他不是写了13岁，他在中国南京啊，那个就受了菩萨戒，完了给他点了那个烧了几炷香在头顶上，小孩啊，就把这个头顶骨哈，给烧得像刀石头一样。等烧完了之后，中间那块骨头掉下去了，变成傻子了。师傅说他听不懂，愣了半天，反应不过来。那拜完师傅是住持啊，每天忙得不得了，他找不着师傅，也没人理。最后有个大师叔在那儿看着孩子变傻呆了，啊，他就从宗教的角度说，你呢去给观世音菩萨去磕头，文殊菩萨、观音菩萨，你去磕头，啊，每天早晨磕1-2个小时，他磕了半年就好了。说你看变得多聪明啊！他这个骨头哈，烧下去、挖下去那一块哈，从变平了，最后还隆起来。顶出来了。你知道他严重的时候，最低下去的时候，他站在那儿，上头下雨哈，存上一杯水在那儿，头顶上。到后来越磕，从平了，最后又鼓起来一块哈，像大宝法王一样鼓起来一块的时候，怎么能存水啊？它里头那个脑容量一下就活泛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头顶这儿鼓起来都是聪明人，就是人家是修得好啊。像咱们脑袋得使劲磕才行哈，对，人就变聪明了。那大马那个孩子这里起个大包，这个脑容量增加了多少啊？至少10%啊！所以这智商至少是210的啊。对呀，那非常聪明了，就是。所以今天给一些家长为了孩子的这个聪明、智慧、健康哈，也讲到这个大礼拜这个作用，是综合的哈。是。我相信你要真有心，你就收到了哈。只要去做，就会有效果啊。感恩师傅，今天讲这么多，真的非常好。其实师傅给我们的每一样法都是宝。好，那咱们说一下下次直播的时间。好，好，我们下期直播时间呢会在亚洲台北时间的9月8日晚上7点，然后北美温哥华时间的9月8日呢凌晨4点，对，也是下周日，好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健康长寿，收到，幸福快乐，长命百岁，大智大慧，还有出入平安。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感恩师父，谢谢。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
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滴，人生变得神